大家好，我是阿妹，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铁锅。目前市面上呢有各种各样的铁锅，比如说精铁、熟铁、生铁、铸铁，现在还有制化铁锅。其实最终可以分为两大类，生铁锅和熟铁锅。生铁锅就是铸铁锅，比如说这几个都是，特点就是比较厚、比较重，储热好，但升温比较慢。所以比如说像这个就很适合用来煎牛排，它比较耐高温，肉放进去后温度也不会降得太快，可以更好的锁住肉汁，也可以整个进烤箱，因为它是一体成型的。这个珐琅锅也可以整个进烤箱。然后珐琅锅是一种比较特别一点的铸铁锅，因为它表面涂了一种珐琅的涂层。然后它的特点也是储热比较好，所以比较适合煲汤炖肉，其他都挺好的，就是比较重。这个锅呢，我原本是看它小小的，用来热油应该挺方便的。那时还很多网友要链接，对于拍视频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吸引眼球的厨具。但用了几次后，我觉得不太方便，就没再用了。主要因为它是铸铁锅，升温比较慢，又因为它比较小，只能小火烧。火烧大一点就会烧到这个木柄，而且因为它太小了，所以每次用它都还要加一个支架。但是小小的确实是挺讨人喜爱的。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铸铁锅俗称生铁锅，也就是说它是没有经过精炼的，直接来自铁矿，可能杂质比较多，还有重金属含量等问题，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尽量选择正规品牌去购买。像这两个，这个是那个柳宗理的，这个是就淘宝上普通买的，好像20多块钱，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柳宗理的比这个品质要好很多，这个表面就感觉很粗糙的那种。另一大类就是熟铁锅，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这种炒菜的铁锅，是铁矿经过精炼，所以也叫精铁锅。特点就是会比较轻一些，升温也比较快。目前市面上基本常见的是普通国产铁锅和日式制化铁锅，两种我都用过，但是我之前那个国产铁锅被我婆婆扔了，所以我没办法拿出来给大家对比。但是我也用了差不多1年，可以说一下。普通国产铁锅众所周知需要开锅养锅，而且平时需要防锈，炒菜的时候油烟也是比较大的。然后这几个呢都是制化铁锅，主要就是在普通铁锅的基础上做了渗淡处理，这样铁锅的表面就形成了淡化层，就可以有效防锈。防生锈这一点是众所周知，就大家是公认的，但其实我用下来我感觉它还有其他一些优点。在养锅方面，普通铁锅需要一段时间的养锅，让油脂在铁锅表面形成氧化膜后才能有不粘效果。但这两个制化铁锅其实我没有怎么养它们，就已经有比较好的不粘效果了。这里分享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如果担心粘锅，可以在用之前先加一点油，烧冒烟，润下锅，再把这部分油倒出，重新加食用油进去，就基本不粘了。铁锅本身不是不粘锅，还是需要讲究一点使用方法的。另外我发现油烟方面也比普通国产铁锅要少一些，可能是因为普通铁锅是需要用油去养的。养锅形成的表面的这层油脂，在你下次爆炒的时候可能会成为油烟的一部分。另外普通铁锅需要大火爆炒去让它达到不粘效果，但制化铁锅基本中火就可以，火候小了后自然油烟就会少一些。当然以上这几点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使用感受，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对比，仅供参考。但是制化铁锅也有缺点啊，我目前发现的缺点就是它也会有点类似不锈钢，有时候会有一些花斑，有种没洗干净的感觉。比如说这个铁锅，仔细看这中间是有一些花掉的，然后背面也是有一些花掉的，这个情况在这两个锅上面都是有的。但是锅体内如果花掉，用油润一润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这个是用完没有润过的，这个是我用完用油润过的，看上去就光亮很多。总的来说，我建议新手可以毫不犹豫选制化铁锅，老手如果不介意养锅还有油烟问题的话，那普通铁锅也完全能达到不粘效果。正面来对比一下这两个制化铁锅，左边的是国产200多元，右边的是日本799元的。国产呢是32厘米口径的，也比较重，锅体1465克，差不多3斤的重量。
锅盖906克，整体加起来差不多5斤。日本的是30厘米口径的，锅体1057克，加上锅盖是1386克，整体加起来3斤不到的样子。对我来说，就是日本的可以轻松的拿起来，国产的这个加上锅盖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重。从使用感受来说，其实平时我感觉差别不大，关键还是要看对火候的把控。今天特意做了几组测试，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效果，全程都是差不多同时中火和小火之间切换，但火候方面可能存在一些误差。首先都是中火加热，倒入差不多量的橄榄油，结果发现它们是差不多时间冒烟的。两边都打入一个鸡蛋，因为油温够高，日本的是完全不粘的，国产的呢好像有稍微一丢丢的粘。但用锅铲了一下是可以完全脱离的。正好中午要做一个肉片炒榨菜，所以又同时两边放入肥肉，此时油温够高，肥肉两边也是完全不粘的。再放入瘦肉，依然两边都不粘。放入榨菜，看着好像区别也不大，仔细观察好像右边日本的温度要高一些，毕竟锅体更小更轻薄，受热可能更快一些。炒的过程感觉日本的油更多，国产的好像有一点干干的。最后出锅效果是日本的完全没有粘锅，国产的呢锅底有轻微粘锅。我猜可能是中火对国产这个锅来说还是火候小了一点。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铁锅虽好，还是要注意油烟问题。油烟对于做菜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健康隐患，建议中小火能解决的就用不粘锅，需要大火爆炒或者炒尖锐食物时再用铁锅。好了，那今天就先这样，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干杯！干杯！就这样拌匀放着就行了，等它发起来。准备做一个水果茶，先冷萃一个茶底，因为这个冷萃杯一次只能萃300毫升，所以我只能浓度大一点，然后到时候再掺水。哇，好丰富啊！里面。Watching you stand alone, all of my doubt suddenly goes away somehow. 然后这个瓶子安装是有方法的，按照方法来就不会漏了。可以的。I have died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好喝吗？蛮好喝。 I love you for 我要喝。准备做披萨，一次性多做一些。So I always know, 'cause you watch the TV while 差不多200克一个面团。 there's not many people I'd honestly say I don't. 做一个特别大的，准备放在28乘28厘米的方盘里烤。一共做了6个，这个醒发盒里放不下了。一共做了2个大的，4个小的。先醒半个小时，弄一个西葫芦丝。你抓的太慢了，帮你一个忙。可以。
还挺长的，你看。嗯， We're not leaving out on a boat in the rain or in a house. Babe, you're nothing. So shut all the windows, lock all the doors. We're not looking for no. Don't 继续 need 打睡。 you pat my lip, I want you more until we. 因为我番茄少了一些，所以这个多加一点。刚才牛肉就拿出来用生抽稍微腌了一下，这是牛至的干草。 Very high key. Drink 先要把这个 But the night comes to a problem. Had so much. We start, we go. There's nothing like doing nothing. 是不是有更好的工具啊？有呀，不过我觉得叉子就挺好的。好了，超级香。还好刚才上面放了防溅的东西，不然真的溅得到处都是。炒的已经挺干了，都先给它们烤一下，防止等一下出水太多。放一个温度计。 Trouver les plus beaux mensonges, emmêlés comme des nœuds, et mon cœur, qu'est-ce qu'il songe? 这个是芝士条，就每次去那个飞兹都会想点这个芝士条吃。下面就是沙拉酱和炼乳， Vends ce que tu veux, et je dois 出了好多水。 tu veux m'aimer. Je suis pas dupe, et même les fleurs de ma jupe s'envolent haut. Quand tu craches tes mots. 哇，在外面看的时候就好好看哦。上面的也好了，嗯，稍微烤的过了一点点吧。还好的。这真的超大一个披萨，再把这个芝士条烤一下。哇，这个真的烤出来好多油啊！这次我时间烤的久一点，以前是烤10分钟，这次我烤了15分钟。你怎么在偷吃啊？好吃，我受不了了。好不好吃啊？看看老婆做了什么丰盛的晚餐，不错，看起来就想吃哦。这是薯条，啊，看看脆不脆？你尝一肯下。定脆啊！其实我刚才偷吃了一下，不错，就不用你介绍了。好了，那我们来正式的吧。这个把它切开看看啊。看起来就不错。哇哇，好想吃我哦！芝士放的不多，还可以因为我怕了出，水，因为料太多了。断了断了断了。这是芝士条的。好啦，还有一个也好了，这个看着就很好吃哦，是不是？这对个是甜的，我们也是超爱的，边边又被我烤焦了。好嘞，哎，你们来吃吧。不能烤面。
好了好了好了，哇，也拉丝嘞！拉丝肯定是。啊，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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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先放完了。好了好了，吃吃吃。好，吃饭吃饭，不拍了。来，干干杯！杯！哎，升级嘞！然后我买了一个新的过滤袋，这样就不用你帮忙了。对啊，晚上准备做一个这个木莲豆腐，我们叫做木莲豆腐，但像四川那些地方叫做冰粉，东西是有一点差异的，只是看上去是差不多，吃起来其实很接近。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手搓才好吃，手搓是有自然的清香的，而且这个是不需要加那个凝固剂的，所以就纯粹是这个东西的味道，没有什么其他杂质。哇哦，这个东西，这个网不错哦，太好了，这个网。对啊，这个网太好了，拿起来就行了。以前还要你帮我过滤，以后做豆腐脑也简单。这个这网单独买。单独买的呀，我特意买的。好了，就这样放冰箱冷藏就可以，明天可以吃。今天准备吃火锅，然后做2个锅底，一个是美蛙鱼头，还有筒骨汤，一个辣的，一个清淡的。换到电压力锅，这样快一点。下午还烤了盘花生，把它装一下。我让我老公帮我买一个土豆，结果他给我买一个这么大的土豆，还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那个他店里最大的2个都被我拿了。哦，我很怕伤到手。哇，这么快就没了？这涮火锅是不是太薄了？哇，真的好重啊！哇，这筒骨已经整个烂掉，整个脱骨了。哇，好重啊！哎，还真这个容量大一点，我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好了，哇，热气腾腾的，看着就想吃。我要把调料给弄下去。右边的是不辣的，这边是辣的。对。这个是昨天晚上做的木莲豆腐，看看，很棒吧？好 Q 弹啊！对啊。我们一般都是加红糖的。好了，你们来吃吧。好的，我也坐下来了。哎呦，这个也开了。下去挺好，我本来想调的过来。我还有老干妈的，你帮我拿一下。好的。这碗皮芒汤。准备卤2根猪尾巴，这个都是已经焯过水了。还有一个猪肚，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就直接用这个高压锅来卤了。这下面的卤汁是我自己存的老卤。记一下时，因为那个电压力锅只能加时间，不能减时间。记是20分钟应该差不多了，我怕煮得太烂了。今年我们这边刮台风，送菜的都来不及送，所以我特意自己跑出去买的。等我买回家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今年也没什么菜了，就有什么买什么。这排骨我就准备直接炒，不焯水了。再来调一个糖醋排骨的酱汁，就用最经典的那个方法啊，1:2:3:4，1大勺的料酒，2大勺的生抽，3大勺白醋，4大勺冰糖。青丝留他发，天一转亮我的路，慢看去路遥遥，一人边韶华赋，今宵会何处？就是一点冬瓜和火腿片啊，简单做一个汤。我的视频。干嘛又谁赢了？回放手机。倒下去了，行吧？因为这个虾，这菜就叫胡椒虾，所以胡椒要比较多一点。这个盘子太图把理想
幻想。无声有梦三千场，尽千里时光。不把他理想尽幻想。就放在这里这样。做好了。泪如潮，情丝流大方。我拿走了。好了，吃饭。好的。浮生有梦三千场，穷尽千里是惊慌。徒把理想倾倒，不如早幻想。无声有梦三千场。好了。哎呀，拌了一下香菜黄。香菜黄的。晚餐。徒把理想。好了好了，吃饭啦。因为这几天受台风影响，买菜不是很方便，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餐具。我把它们都摆出来了，我还挑了一些可以直接上桌的锅。我买盘子比较喜欢买成套的，比如说这边是一套，这边基本上是一套，还另外配了一些可能单独的，我觉得比较适合装某一些菜的。现在就来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是这边的一套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挺熟悉了，我经常用来装鱼，它作为鱼盘还是蛮合适的。这个小碗其实也蛮好看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真正把它的好看给发挥出来。这个是我最近刚买的，它是比较有深度一点的，我觉得是可以装一些比如说豆腐羹啊之类的，稍微带一点汤的东西。它本来应该是跟这个成套的，但这个是亮光的，这个是不是很亮，颜色也有一点差异，因为不是同一批买的。然后这个是我买过来吐骨头用的，一开始我觉得挺小的，因为比饭店里那种小，但现在用下来我觉得其实还可以。这个也是别家配的，感觉是有一点像调色盘，都是花瓣型的，这两个花瓣是那个个数是差不多的。这个也是我新买的，但跟这个花瓣数有一点不一样，都是有一点深度的。我买盘子比较喜欢买这种带一点点深度的，这样如果有一点汤汁的话都可以装。然后我偏爱这种比较素色的，稍微带一点装饰的。接下来这个我经常用来装米饭的，问的人真的超级多，因为它装米饭真的是超级好看。就这样的，它是有一点点粗陶的感觉的。这个也是我用来装菜的，也是问的人很多。它装菜确实也很好看，也是有一点点深度的，就稍微带一点汤汁的东西都可以装。之前有一个被我摔破了，我又重新买了一下，买过来还是有一点色差的。这个大一点的，就花瓣数比它大一点，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店都有。整体的颜色什么的，我还是更偏爱这个一点。然后还有这种小碟子也很好看。
这个也是鱼盘，但这个鱼盘就比较小，真正的话很难用来装鱼，可能只能装一些鸡翅啊，或者一些小点心。这个双耳的汤碗问的人超级多，这个我当时买过来本来是想跟我之前的一套餐具搭的，因为我之前的一套餐具也是这种蓝边还是黑边的，但因为那套餐具就有一点烂大街了，用的人太多了，因为也用了2-3年了，所以我现在就把它们都换掉了。这个的好处就是这个把手比较防烫，用来装汤还是蛮合适的。我这个尺寸是4.75英寸，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这2个小玻璃碗，其实我很喜欢买各种玻璃的东西，这2个都还蛮喜欢的。这个盘子比较普通，但是我就想推荐给喜欢做蒸菜的朋友，像这种盘形的就很适合用来蒸菜，因为它也是有一定深度的，然后底比较平，我们就可以平铺来摆很多东西。我这款是有一点磨砂质感的，这款也挺网红的现在，而且跟我其他盘子其实都不是很搭，我就觉得用这个来装炸鸡之类的东西就很有在炸鸡店吃东西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盘子也有很多人问，它是这种粗陶的那种质感，装剁椒鱼头特别合适，还有装一些拌菜啊就比较多的那种，用这个还是很好看的。所以其实我现在常用的盘子就这些，真的很少，最主要还是就现在的锅都很好看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些锅就可以直接上桌了。这个是一个万古烧的那个小砂锅，就适合一人食的那种煲仔饭啊。但是这种万古烧其实他们做工不是很好，像我这个我其实换了好几次，但是它锅底还是有这种凸起啊，之前也有那种不平整的，这个纯看运气的。买了2个就是想着跟我老公一人一碗，有时候我也拿它装面啊，装那种拌饭之类的都可以。然后这个呢是大一点的砂锅，这个大小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就比较适合装一个大菜，比如说酸菜鱼啊，比如说焖猪蹄啊这种。这个玻璃汤锅我自己也是挺喜欢用的，它是下面本来还有一个底座，然后我经常煮一个简单的汤，就把这个玻璃汤锅就直接端上桌去了。但我看他们家的评价好像不是很好，很多人说会溢锅，但我自己用着就从来没有溢锅过，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使用方法。然后就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北鼎的珐琅锅，就有时候你炖好肉啊炖好菜啊就可以直接端上桌去，看着也是比较好看的。然后它的高度也是比较适合夹菜的那种，有一些锅如果很高的话，那你也不太适合去夹。好了，基本就是这些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